各位好久不见啊！前阵子呢，我做了一台 MGX 独角兽的改造啊，很久没有更新了啊。这里大家可以先暂停观看一下，看看改了哪些，不知道大家可以找到几处看不出来没关系，后面呢会分享一下这个改造过程。改造呢是一门艺术啊，有的改造改的是皮，有的改造改的是骨啊，又改皮又改骨，那个叫改屁股。那这次的本体呢，选择的是一台 MGX 独角兽。本来呢，老板是想做一台以前视频里的那个台场复刻版，也就是刻线贼多的那一款，还要再加上完美独角兽的大盾跟那个鬃毛。那手炮因为零件不适配，所以就没有加。后来沟通以后呢，老板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喜欢台场刻线风格啊，老板呢只是想要一台不太一样的独角兽。那这不是一拍即合吗？我也不愿意老是做同质化的东西，我就说，那我给你重新设计一套改造方案不就好了？说完我就后悔了。那众所周知呢，改造这个东西啊，抄起来是很简单的，设计其实是比较难的，设计的好看更是难上加难。那独角兽这台机体呢，本身就不太适合改动太多，你分色刻线多了就会显得杂乱，那细节加多了就会显得多余。所以呢，我得打起12分的精神，好好去设计这套改造方案，做到自己满意，老板也满意，这波才是双赢。首先我们要去设计雏形，用铅笔在模型上画刻线已经是比较落后的技术了啊。那这波我们先选择赛博做胶，我们先把说明书的30图扫描出来，然后打开万能的 PS 开始拉线。学会的同学记得给个一键3连。赛博设计完之后呢，就可以后面正式改造了。有的小伙伴会说我不会 PS 怎么办？没事，电脑自带的画图软件也能画，反正都是拉线条嘛。觉得不好看，修改起来也比较方便，你甚至可以发给你的小伙伴共同创作。你看只要这样拉线条，刻线的雏形不就出来了吗？可以说是非常方便了。那既然设计完了，我们就可以按照最后的定稿开始改造了。那这里呢是一个前裙甲的零件，因为要切除掉一块，所以先要把切除的这个边框用推刀刻深一点，然后呢把多余的部分掰掉，它的雏形就搞定了。那接下来呢，要在这块地方刮出一个层次。首先呢，要沿着这个边缘用0.15的刻线刀去刻一条线，然后再换这个宽口径的推刀去刮出它的高低差。然后呢，我们在中间刻一个小槽，最后再用0.15的推刀把高低差刻一遍。那前裙甲的改造就搞定了。那在高低层次边缘刻线是为了方便后面分色的时候渗线用。忘了说了这里我还用这个宽口径的这个刻线刀去刮了一个斜面，去增加一点层次感。然后这个裙甲的键呢，按照设计图直接刻线就好了，倒没有什么大的难度。就是呢，要注意刻槽的时候，尽量用这个刻线胶带封住它的顶和底，防止两个槽你刻的长度不一样。那这里呢是下胸部位的一个零件，这里我设计的呢是挖2个槽，然后填2个小胶板，直接用0.5的推刀挖2个槽就可以了，这个难度不大。那这个胸部零件左右刻一条线，主要是上面这里要刮出一个高低差，和前面的手法其实差不多中间刻个槽就可以。那这个侧裙甲纯刻线就好了，没有什么难度，也就后期就是给它遮盖分色。那这个屁股零件呢，沿着上面3个边延伸出来，设计成一个6边形，后期分色做一下这个装甲切割。这个胸口零件也是设计了一个高低差去增加它的层次。肩甲侧面这里呢，我是设计用胶板做那种小凸起，所以需要给它刻线挖槽。然后在上面呢再刻2个小槽去增加它的一些细节。那手臂这里的零件设计呢是一个日字形的细节去做一个装甲的分割。小臂这里是同理，就不做这个过多解释了。其实呢，到这里的话，大家应该能感觉出来，我尽量把改造的细节呢，去放在边缘，去做一些比较窄的细节，或者去做一些层次，这样呢，才不会让整体感觉太细碎。前面我们也说过，独角兽这个机体本身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细节加的太密就会显得很杂乱。那比如小臂这块零件，在最边缘的地方画出一个高低差，实际上它大面上还是比较干净的。那刻线设计并不是一定要把整个零件全都覆盖到。设计要学会克制，任何设计都有主次，适当的留白才会显得高级。而且很多刻线都是沿着它的一些焦点去做延伸，这样看起来就比较和谐。打个比方，这个零件也是凸出来3个边，对不对？我们就延伸到里面来去做一个6边形，就会显得很和谐。你想想，如果它是平的，我们在里面做3个边，那看起来就比较突兀了。那刻线呢是平面改造，刮槽呢是凹面改造，加胶板呢就是凸面改造。把3种融合在一起，就会有层次感了。那这个脚部零件呢，通过刻线去分割出3块，
也都是集中在边缘。那往后看，大家其实应该能明白这台独角兽我的一个改造方向。再来看膝盖这个零件其实和前面屁股还有这个手臂是同样的设计逻辑，那么它们都是凸出来3个边，所以在里面刻线做成这种6边形，然后再在它的这个线条交点处延伸出来一条线。我们在这里呢用宽推刀去刮出一个斜面，然后呢再在这里去刮出一个层次。你想想，如果这里全部都是光刻线的话，就会显得很平这样做就会显得高级很多了。那大腿这里的零件刻线设计也是一个原理，它不是凸出来的嘛，就沿着它的凸起去镜像一下，就看起来会很自然。我们前面也说过，就是你刻线的起点或者终点，尽量设计在它线条或者是边缘的一个交点上，这样呢，你就可以定出你的一条主线条，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去增加一些细节来点缀。像这里的一个小腿零件它的线条就没有设计在一个交点上，只是沿着边缘做了一个等距刻线。那这也是一个方法，通过等距或者对称来设计刻线，也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技巧。通过焦点设计是一种延伸，那这种非焦点加刻线呢，说白了就是一种创造。你需要结合机体的设计语言来设计出合理的不突兀的线条。那小伙伴们来看这个细节，它是延伸还是创造呢？给大家3秒钟的思考时间啊。这其实是一种延伸。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一条边？我们沿着这个边扩出来之后，就可以分割出一块区域来做层次。那这就是一个设计的技巧。有人会问，为什么这里总要刻一条槽没有为什么，我就是觉得这样好看。那你看这里也是运用了这个延伸的设计理念。那这个细节呢，就是属于创造类的了。你只要做到左右对称，然后刮出一个高低差，它也并不会丑。那这里呢是挖一个槽，去塞一个小脚板，也可以制作成一个小细节。解释了那么多，我想大家应该对刻线设计有一定的了解了是不是并不难？原理呢都告诉大家了，剩下的其实就是多看范例。审美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审美是培养出来的。那多看优秀的作品，自然而然你的审美就提高了，你就知道哪里怎么改好看。我经常看到有人说美是没有高低的，美是没有标准的其实我并不认同这句话。就我刷视频看到一个 UP 主说的，他很有道理的，就是风格可以各异，对吧？你不能说莫奈他不如毕加索，他们是风格不一样。美是有标准的，就比如你拿迪丽热巴和这个刘亦菲比，对吧？他们各有各的美，但是你他妈不能说于姐她就是比刘亦菲漂亮不现实，对吧？就是美到了一定高度以后，它是没有高低的当然你如果喜欢于姐，我尊重你是勇士。改造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谁都不是生下来就会做模型的，多去尝试，多去学习，勇于踏出第一步，这是你成为大佬的必经之路，知道吧？当然我也不算大佬我还在学习，我觉得我的能力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毕竟一直做代工，很少能有自由发挥的机会，同质化的东西做多了，技术只会停滞不前。我也和我的很多老板说过，我后面订单如果做完了，我就不做代工了，我还有别的渠道可以赚钱，我还是想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去做出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本来是说这个视频呢，就是像前面的这个阶段一样，把每一个细节都怎么改都详细的讲解出来。后来想想没有必要其实改造的手法不就那些吗？无非就是挖槽，对吧？刻线挂层次加胶板，你改几个模型自然就熟练了。重点其实是设计。我也和我的这个很多粉丝说过，要改造先从抄开始。你喜欢哪个改造作品，你就照着它临摹，和画画一个道理嘛，对吧？不懂得的技法，你可以去搜，可以去问我也欢迎大家来问我就临摹几个作品以后，你的技法自然就炉火纯青了技法学会以后，那后面就是多看多培养设计能力。那这里呢是我改好的一些部分的零件不过因为拍的比较早，后面其实有一些零件是做了修改的，有些瑕疵也要填了重做，这个不重要，大家主要是看它的一个设计语言。有的朋友估计知道最近呢我是在忙装修所以就不太有时间更新视频毕竟太忙了，也导致这个视频其实有很多素材都忘记拍了，其实改的东西非常多这里估计只有1/2左右。现在放的这些展示图呢，也都是当初的初稿，就是发给老板看的，后面也做了不少修改。装修的时候发现装修房子何尝不是一种改造呢，对吧？自己设计房子也挺有意思的。当然我不是专业的我只能说定一个这个概念稿，具体还得让设计师来优化。这里正好给大家看看我这个房子的设计
看看各位胶老喜欢不喜欢。作为一个高达粉，经典的红黄蓝元素肯定是得有的衣柜可以少，手办柜一定得拉满。楼下整成工作室，楼上就是居住区。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的这个骚点子，可以告诉我我也参考参考。土建也快结束了，回头装修过程也能拍一拍，给大家出个这个胶老装修视频。行了，回归主题改造过程也都放完了，那接下来呢就看一下喷涂过后的成品吧。其实如果你不看改造过程，乍一看这个成品，你会觉得好像也没干什么呀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就说明了我没有破坏独角兽它的这个韵味这些细节就是要细看才能发现。以前我也觉得那种密密麻麻的细节很酷炫随着我玩的多了看的多了现在呢就是喜欢那种比较内敛的改造。我现在反而不是很喜欢那种一股脑加一堆细节上去的改造，就是看得头皮发麻。灯组呢也换了老板要求的这个国产灯组你别说，确实比万代酷炫。这里呢我给大家标注一下我这个就是改了哪里吧，有些没有拍到的地方就算了大家反正当个参考吧。背面也是因为没拍图所以就标不了了。那好了，也感谢大家看到这里，也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做胶的技巧，分享自己改造的模型，也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一起聊天。最后呢，也感谢陈者高拍仪的支持。那这款高拍仪呢，既可以当台灯，也可以当扫描仪。我前面那个说明书就是用它扫的。它也可以自动抹平曲面、翻页自动拍有兴趣的小伙伴反正可以搜索一下。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